快来人呐！哎呦，快来看看吧！婆媳二人才把他扔进茅房。你就搁这躺着吧，那大妈苍蝇最喜欢叮你这样的老婆子了。那铺天盖地的苍蝇在他头上嗡嗡嗡乱转，气得高宝莲差点晕死过去。你叫唤啥呀？我婆婆让你好好反省，你呀就搁着跟苍蝇和大蛆作伴吧。金麦芽白了他一眼，拉着刘淑贤走出茅房。王稻香被眼前的这幕惊住了，他对老李家的茅房再熟悉不过了，之前跟刘淑贤打赌，害得他掏了一整天的大粪，好悬没熏死他。李大娘啊，不进屋坐会儿了。刘淑贤瞥了王稻香一眼。不了，大歪还让我帮他捣蒜酱呢。我先走了啊。说完，王稻香便跑出院子，一溜烟的回家去了。他单枪匹马可干不过刘淑贤，逃跑才是上策。里屋，老婆子，你把春燕娘咋的了？咋吱哇乱叫的呢？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他真以为咱家好欺负呢。闺女儿，饿了吧？呀，饿！娘亲，我不饿。不信你看，小肚子鼓鼓的，都打饱嗝了。娘，甜甜说她打饱嗝了，不饿呢。3天后是老李家的大日子，搬家。一哥，那锅碗瓢盆啥的你慢点拿，别磕碎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爹。小心点，比啥都强。娘，这个就是我的房间吗？哇，好大，还有小书桌呢。这些东西都是你小姑姑用福气招来的。以后啊，你发达了，有钱了，可不能忘了你小姑姑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对小姑姑比对娘还亲呢。小李啊，以后咱爷俩就睡在这间屋子里，咋样？喜不喜欢？哇，好大的窗户呀，真气派，比现成的家都好。呵，闺女，你瞧，这么多房间，就属咱们屋子家具最多了。奶团子扭了扭小身子。爷爷，娘亲，我的房间呢？咦呀，娘，甜甜是问您她的房间在哪儿，她想过去瞧瞧呢。闺女还没长大呢，就想自己单住啊。李甜甜眉眼弯弯。娘亲，我早晚都会长大的呀。李甜甜咧嘴笑了笑。好想长大呀。大门外快步跑了进来。爹娘妹妹，我有好消息。李七宝笑容满面，看到家里的大宅子后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哎，老婆子，是不是咱家小七回来了？李甜甜蹬了蹬小腿儿。老爹老娘，快出去看看吧，喜讯哦。还真是小七呀，你咋回来了？七哥就知道，一定是妹妹保佑我，才让我考出这么好的成绩。李甜甜咯咯一笑，伸出小手去够七哥哥。其实他已经猜到七哥给家里带来啥喜讯了。哎呀，小七，你到底有啥好消息啊？快点说呀，跟家里人还卖什么关子？大哥爹娘，我考上童生了，全县第1名，就连郑院长都夸我是个好苗子呢。真的啊？考上童生是不是就能做官了？爷，你想多了。科举之路是何其的漫长，童生只是刚入门罢了，往后他还要考秀才、考举人、考贡士之类的。李甜甜盯着老爹，抿着小嘴乐个不停。刘淑贤见状，嗔了老头子一眼。瞧瞧你，没文化被闺女笑话了吧？考上童生是好事儿，但想做官呢，等小七考上秀才以后再说吧。娘，
李二宝喜不自胜。小七能考全县第1名，就说明他是块读书的料子，咱以后好好供他念书，小七将来肯定错不了。李四宝也道：是啊，咱家如果真能供出一个状元来，那子孙后代都跟着沾光呢。小七，全县总共有多少个学生啊？大概有300多名吧。嚯，听听，从300多个学生中脱颖而出，小七啊，你真了不起，四哥为你高兴。老四啊，你赶紧骑马去趟县城，买点烧鸡烤鸭啥的，赶上乔迁之喜，咱家也算是双喜临门了，高低得庆祝庆祝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妹妹好像长了不少呢。七哥哥，如果我永远都不长，别说家里人不愿意了，我自己都得愁死啊！整天做一个不会说话的婴儿，太不方便了。如果真的能考中举人的话，我就有机会去国子监学习呢，那可是咱们大梁国的最高学府。厉甜甜听后晃了晃小手。呀，哇！七哥哥加油，你肯定能考上的。七宝在家吗？七宝，你要是在家，你就出来一下嘛，我有事找你。这是谁来了？哼，保不齐啊，是魏老蔫家的魏大花。七宝，你出来一下呀！看来这个魏大花又开始来纠缠七哥哥了。之前因为这事儿，陈月莲那个泼妇还来家里闹腾过，说七哥哥非礼大花，被老娘一通狂对后，魏大花才有所收敛。许是得知七哥哥考中童生了，这魏大花又巴巴的贴上来。爹娘，我出去看一眼啊。说2句话呀就得了，别跟他扯没用的。你现在是读书人，名声很重要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七宝，我听说你考中童生了，全县第1名呢，是真的吗？大花，你是听谁说的呀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情已经在村里传遍了。我娘说了，等我及笄以后就要嫁给高门大院的人家。看来你们家就很符合呢。哼，你想嫁给谁啊？七宝，你们家应该称得上是大户人家了吧？你看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也算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了吧？那，你愿意娶我吗？哎，谁跟你青梅竹马呀？你离我远点儿。德行吧你！你看，我都给你带糖饼了，还热乎着呢，这是我亲手烙的，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不要就不要，甩啥脸子嘛！哼，七宝，你啥时候带我去书院参观啊？我想看看你念书的。你快点回家吧，我走了。哈，好啊，大花，我说咱家的白面和白糖咋少了呢？原来都被你霍霍了。扭头望去，就见陈月莲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。你俩这是干啥呢？啊，幽会！月莲婶子，你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闺女烙的糖饼，我可一口没动呢。那你跟我家大花眉来眼去的干啥呢？啊？咦，大花，你是不是偷偷擦我的胭脂了？哎呀，娘，你喊啥呀？你快点回家去吧。七宝考上童生了，我来给他道喜都不行啊。哎呦，你道哪门子的喜？你忘了李老七当初是咋非礼你的？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一点迹象都不找。月莲婶子，你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，我什么时候非礼你闺女了？你就说你想不想娶我吧，我只要一个痛快话。这是干什么？我就算是打光棍，我也不会娶你的。你赶紧走吧，你别来缠着我了。这话落到陈月莲的耳中，直接就变味儿了。哎呦呦呦呦，李老七，
你装什么装？考了个童生，这家伙把你嘚瑟的都快上天了。我家大花再不济，也是未出阁的黄花大闺女。李老七，你要是不愿娶我闺女，我也不强求，你何必侮辱她呢？都是爹娘生养的，你咋一点教养都没有？你的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吧？大花娘，你跑到我们家吵吵啥呢？哟呵儿，有些日子没见，大花变漂亮了呀，这小脸蛋擦的跟抹了白面似的。笑个屁笑！大宝娘，我闺女好心好意给你儿子烙饼吃，他不领情也就算了，还欺负我闺女，他到底是几个意思？哼，我儿子可不会乱欺负人，除非啊，你家大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不然我家七宝看都不会看他一眼，又谈何欺负呢？小七，咋回事啊？娘，魏大花想嫁到咱们家来，让我娶她过门呢。听听，快来听听。大花娘，你家闺女也忒不值钱了吧，追着撵着让我儿子娶她，咋的？是看我们家日子过好了，有砖瓦房住了，想嫁进来享福是吗？胡说啥呢？你家日子过没过好，跟我有啥关系？哼，没关系，就趁早把你闺女领走，我们家可养活不起。话落，小七，进屋去，以后见到魏大花记得绕道走，省得他娘说三道四，胡搅蛮缠。等你籍贯后，娘给你找个又漂亮又贤惠的媳妇儿。某些赖皮狗啊，白给咱们都不能要，明白吗？娘，我明白了。大宝娘，你说谁是赖皮狗呢？别以为你们家人多，我就不敢挠你。上次他领二花来看病，就被刘淑贤阴阳怪气的损了一通，这个仇他可还记着呢。谁咋呼的越欢，谁就是赖皮狗呗。你儿子勾搭我闺女，你们家还有理了呗？嘿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儿子勾搭你闺女了？你自己瞅，瞅瞅，这可是用细面烙的糖饼，我和我家老蔫儿一年到头也舍不得吃一口，大花儿却烙了3、4张。要不是你儿子嘴馋了，管我闺女要饼吃，大花儿能和面烙饼吗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整天往我家大花屁股上钉，还好意思称自己是读书人呢？我呸！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们全家都不是啥好鸟啊！对，等我儿子考中举人，那可就是举人老爷了，到时候衣锦还乡，那姑娘不得像蚂蚁似的往小七身上扑啊，还怕找不到媳妇儿。老李头子，你搁这叭叭啥呢？你儿子爱娶几个娶几个，跟我说不着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万一哪一天你儿子落魄了，8抬大轿也别想把我闺女娶走。嚯，这青天白日的就开始做梦了，快把你闺女领回去吧，别丢人现眼了，不嫌磕碜呢。哼，我呸，牲口人家。大花儿，咱们走，以后你如果再敢来找李老七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陈月莲使劲耸了魏大花一下，气鼓鼓地离开了。正堂内，爹娘，那陈月莲又来闹腾了。奶团子叫了一声：“七哥哥，你前程似锦，未来不可估量，不要拘于眼前的这些诱惑，好好念书才是王道呢。”金麦芽很有眼力劲儿的翻译：“甜甜呢，让七宝好好读书，以后肯定错不了。家里花钱供你念书不容易，你要是在外面扯犊子，看我咋削你。”爹，您放心吧，我心里明白。哎，对了，县城，
李四宝买了一大堆熟食，不远处忽然走来一个熟人。是四宝啊！只见钱春芳笑呵呵地迎了上来。我正要去村里找你呢，没想到在这儿就碰见了。哎，这袋子里装的啥呀？真香啊！你找我有啥事儿？复婚呗。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不像从前那么不懂事儿了。我知道你是在闹脾气，心里有委屈，但是那些都过去了，以后啊……哎，停，打住啊！谁跟你闹脾气呢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有县令老爷给咱们作证，离了就是离了，咱俩更没有以后了，让开。四宝，说实话，我们钱家离不开你。那个杂货铺子眼看着就要关门了，我爹又上了岁数，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关不关门跟我有啥关系？让开，别胡搅蛮缠。李老四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我低三下四的过来求你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。当初你死乞白赖的到我们家当上门女婿，我可没说过一个不字。钱春芳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李四宝这些年给你们家当牛做马，欠你家的我早就还清了，你再敢吱哇乱叫，我就敢削你。没人跟你说，浪费口舌，驾！大青马嘶鸣一声，驮着李四宝便飞奔而去。钱春芳哭了一会儿，瞪了路人一眼，悻悻地回家去了。时光飞逝，一晃3个年头过去，杏花村没啥太大变化，倒是老李家的小闺女长到3岁多，变得比以前更好看，更水灵了。这不，院子内一个穿着粉色小衣裳的奶团子站在大门口，梳着2个丸子头，胖乎乎的小脸上印着一个小酒窝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水汪汪的，甚是可爱。他背着小手，挺着胸脯，奶声奶气地喊道：小白、小一、小二、小3、小4，过来！片刻后，一只雪白雪白的狼领着4只大雁走了过来，依次在李甜甜面前站好。这4只大雁是之前10几只大雁中筛选出来的。小白狼经过3年的成长，此时已经长得膘满肉肥，一身雪白的毛发在阳光中亮莹莹的，很像一只大号手办。小白见到主子后，用大脑袋蹭了蹭他的小短腿儿。早着，咱们出去遛弯。李甜甜笨戳戳地爬到小白背上，回头看了眼4只大雁。你们跟上，出发啦！很快，杏花村的街头上出现了1狼4雁，外加一个小奶团子。路过张村长家门口时，江桂花正好出来倒水。呀，天宝宝，这个天热，快点回家去吧，别晒中暑了。大傻，我不热。李甜甜笑眯眯道：真好，她终于能说话了，终于不用咿咿呀呀了。天宝宝，你跑出来，你爹娘和家里人知道吗？我听说最近县城来了不少人牙子呢，专门抓你这么大的小娃娃。爹爹下地去了，娘亲在做饭。你大哥二哥他们呢？大哥和二哥也下地了。那你4哥呢？4哥去县城了，打算开铺子呢。你6哥和8哥呢？他们去书院念书啦。好嘛，难怪田宝宝自个儿跑出来了，家里人都忙啊。走，大婶送你回家。不等江桂花碰到李甜甜，小白便扬头叫了一声，一口锋利的牙齿就跟尖刀似的，吓得江桂花后退好几步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天宝宝，你说你咋整天骑着狗出门呢？这万一把人咬伤了咋整啊？桂花大傻，有小白保护我，就不怕被人牙子抓走了。小白，咱们去村口玩。小白晃了晃大脑袋，驮着小主人往村口走去。4只大雁也像保镖似的，纷纷跟了上来。村子里条件好的人家都喜欢养几只大鹅，
除了能下蛋外，平时还能看家护院。呀，这不是甜宝宝吗？来大娘这儿，给你块糖吃。来到村口，正好看见大柳树下聚着4、5个妇人，其中就有王稻香和陈月莲。大娘这儿有松子糖和蜜饯，你给大娘磕个头，这松子糖和蜜饯就是你的了。哎呀，皮蛋娘，人家甜甜才3岁，你咋连这个便宜都占呢？回头再让人家家人听见了，肯定没你好果子吃。一名妇人瞪了他一眼，陈月莲一听，阴阳怪气道：哎呦呦，这话说的，小辈儿给老辈儿磕个头咋的了？没毛病吧？甜甜，你给我磕3个响头，我给你咸菜疙瘩吃，好不好？3年了，这王稻香和陈月莲还是那德行，一点都没变。2位大娘，我刚刚掐指一算，你们今天有血光之灾呢。想让他磕头，哼，做梦去吧！哎，你这小崽子，不会说话就滚回家去，搁这诅咒谁呢？不是诅咒，是真的。死孩崽子，你家大人就这么教你的？张嘴闭嘴就说别人有血光之灾，老娘活得好好的，哪来的血光之灾？陈大娘，既然你有教养，那为啥一见到我就让我给你磕头呢？这一码归一码，当小辈儿的就该给长辈磕头，这是规矩。是吗？那村东头住着一个叫花子，他比你岁数大，你咋不见天的给他磕头呢？这小崽子才3岁多，说话咋一套一套的？哎呀，大花娘，你差不多得了，跟一个娃娃骂架，你也不嫌磕碜呢。嗨，谁说不是呢？这要是让你家老蔫儿看见，回去了不得扒了你的皮呀？闭嘴！爸爸啥玩意儿？你们没听见这死崽子诅咒我呢？诅咒你也活该呀！这一言不合就让甜甜跪下磕头，你可真能耐。我就是看他不顺眼，咋地？哼，今天我就替你家大人好好教训你一顿。大花娘，你还要不要点脸了？居然欺负一个孩子！都给我让开！装什么好人？陈月莲也不知道哪里的怒火，几步就冲到李甜甜面前。你个妖孽，害得杏花村1年比1年干旱，你们家倒是吃喝不愁，富得流油，把整个村子的好运都吸走了。今天我就为民除害，好好收拾你一顿。陈大娘，你们家运气不好，出门都能踩到狗屎，这也怨我呗？你才踩了狗屎呢！小1、小2、小3、小4，给我上！就见4只大雁扑腾着翅膀，跟药鹰似的朝陈月莲飞扑过来。哎呦，我的脸！滚开！这群死畜生！大雁的战斗力很强，咬在身上痛不欲生。可见2只大雁一左一右落在陈月莲的肩膀上，对准她的头发就是一通霍霍。另外2只负责攻击她的下盘，那脚脖子和腿肚子上便硬生生地挨了好几下。陈大娘，你看，我说你有血光之灾吧，你还不信？哼！哎呦，小崽子，你给我等着，等以后你落单了，看我咋削你！看来你还是没长记性呢。小1、小2，继续咬他！王稻香见形势不妙，直接脚底抹油，一路小跑回家去了。啊，月莲儿！魏老蔫儿扛着锄头走过来，见自家媳妇儿满地打滚，
他快步上前，二话不说就踢了陈月莲一脚。你这个败类玩意儿，是不是又欺负田宝宝了？大爹，你也看见了，这到底是谁欺负谁呀？哎呦，我的嘴都肿了，快疼死我了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赶紧滚回去！以后再敢欺负田宝宝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田宝宝没伤到吧？魏叔叔，我没伤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走，叔叔送你回家。不用啦，我要去地里找爹爹和大哥二哥，先走了。说完，李甜甜拍了拍小白的脑袋。小白、小一、小二、小三、小四，我们走。一狼四燕和奶团子很快便出了村子，朝庄稼地那边缓缓走去。李万全坐在地垄沟，这天上连一片云彩都没有，看来这几天又没有雨了。咱家这苞米刚刚冒芽，正是缺水的时候，如果再不下雨，恐怕都要旱死了。有你妹妹在，还怕庄稼都旱死？实在不行啊，就赶着驴车回家去水塘里拉水，拉过来浇地。行是行，可就怕别的村民见水起义呀。起啥义啊？咱自个儿家的水，他们还敢明抢是咋的？爹，要不咱家也逃荒去吧？我看咱村子有不少人都走了。哼，蠢货，你逃哪门子的荒啊？咱家费劲巴力的盖了砖瓦房，你就直接扔了不要了？不走就不走。我警告你们两个啊，以后谁也不准提逃荒，别人爱咋逃咋逃，咱们不羡慕。这么大的家业，哪能说扔就扔呢？爹，你那都是老思想了。砖瓦房虽然住得舒服，但活命重要还是睡觉重要？我看咱村子很多人都逃到南方去了，那里四季如春，永远都不缺水。等咱们到了，依然可以盖砖瓦房，依然可以过好日子呀，对吧？纯粹是胡说八道。我和你娘都多大岁数了，还穷折腾啥呢？况且小六、小七和小八都在县城念书，四宝也马上要开铺子了。咱们突然走了，他们咋办呢？爹，南方又不是没有学堂，您何必计较这些呢？得了，别絮叨了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爹爹，嚯，小闺女来了！哎呦，妹妹，爹娘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别骑着小白出门，万一摔倒咋整？仰着头，嘴里发出一阵抗议。哼，本狼稳着呢，不可能摔倒小主人。大哥，小白可听话了。李大宝连连点头。说来也怪，家里养的这只狼也不知道是吃啥长大的。闺女啊，外边热呀，你咋来了？大嫂和二嫂包了韭菜馅饺子，我来叫爹爹和大哥二哥回家吃饭。是呀，还放了小虾米呢。爹，咱快回去吧，这眼瞅着也快到饭点了，我早都饿了。老爹又开始了。去把锄头和铁锹啥的都拾掇回来，咱们回家吃饭。好嘞。老李家，家人们才围坐在饭桌前吃起了饺子。甜甜，下次出门前一定要跟娘和你大嫂二嫂说一声，外面坏人太多了，万一你被人牙子抱跑了，娘不得急死啊。知道了，娘亲。老婆子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是小七大考的日子吧？是大考，咱家小七学习好，爱读书，应该没啥问题。那考上后，小七就是秀才了吧？我觉得小七肯定能考上。哎，我倒不是为小七犯愁，而是小六和小八呀，忒不争气了。老子花钱供他们念书，那两个蠢货却不好好学，一天天五迷三道的，纯粹是混日子去了。老婆子，实在不行啊，就别让小六和小八念了，下来跟我种地得了。种地能有啥出息呀？
那你说咋整？他们两个也不争气呀！哎，愁死我了。爹爹，娘亲，六哥哥喜欢钻研草药和医书，以后可以去当大夫。八哥哥有木匠手艺，做出来的家具和门窗又漂亮又精致，以后可以开一家木匠铺子呀。妹妹说的对，以后可以让小六去当大夫，传出去也倍儿有面子。有啥面子啊？老六今年都17了，抓紧娶个媳妇儿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有老四，之前我托媒人给他介绍那么多姑娘，他一个都看不上，真是活活气死我了。老头子，娶妻生子可是大事，不能含糊呀。啊，是，我知道，甭管含不含糊，把媳妇儿带回来才是真的呀。咱们家小子多，眼下呀就老大老二娶到媳妇儿了，剩下那几个蠢货呀且犯愁呢。恰在这时，爹娘妹妹，我考上秀才了。李七宝乐不可支，李甜甜听后拍了拍小手。七哥哥真棒，我也有秀才哥哥了。借妹妹吉言，等七哥考中举人，就把妹妹接到京城去玩。那七哥哥可要好好读书哟。一定。小七，你真给家里人争气呀！从你爷爷和太爷爷那辈算起啊，咱家就没人中过秀才，也还是头一个呢。看来爹呀没白供你。娘就知道你一准能考上，接下来啊也要刻苦读书，千万不能松懈。爹娘，李八宝，郑院长说了，七哥如今考中秀才，县城的书院已然教不了他了，让他去外地或者京城念书呢。老头子，你看让小七去哪里念书比较妥当啊？实在不行就让他去府城吧，离家不远，过年过节回家也方便。爹，郑院长推荐我去育才书院，据说考中秀才的人都会去那里读书呢。没问问那育才书院1个月的束修是多少钱呢？爹，我还没打听呢，估计便宜不了。既然小七都考上秀才了，甭管多少钱也得把他供到底。老婆子，我没说不供啊，念书就得花钱，咱总得知道育才书院的收费标准是啥吧，这样也好提前准备银子，省得到时候抓瞎不是？爹娘，我听说育才书院的张院长这几天正好在县城选学生，明儿个我去打听打听吧。我也要去。爹爹，我也要去见张院长。闺女，那县城啊遍地都是人牙子，你还是别去了，听话哈。爹爹，我有预感，只要我去了，七哥哥就肯定能顺顺利利的入学。老婆子，你看这咋整啊？闺女儿都发话了，这事儿啊就8、9不离十了。行，明个我带着闺女去。爹娘，有个事儿，我想跟爹娘说一声。李六宝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，再也不是那个拿着水瓢一直喝水的傻小子了。我不想念书了。啥？不念书干啥去？真下来给我种地啊？老婆子说的对，种地能有啥出息？脸朝黄土背朝天，一年到头靠天吃饭，稍不留神就老了。爹，我想去当大夫，看病救人，就跟妹妹一样。我赞成。六哥哥如果学会摸脉开方子，那他就是咱们村子第一个郎中了。你真的要当大夫吗？娘，我是认真的。等退了学，我就去县城的医馆当学徒，边学习边挣钱。小六，你是念书也好，学医也罢，以后不管做啥事儿都要持之以恒，不可半途而废，明白了吗？娘，我知道了。李八宝见六哥和七哥的事情都说完了，这才硬着头皮开口。爹娘，你咋的？你也不想念书了？
是不想念了，我想干木匠的活儿，在县城的木匠铺子做学徒也行。等攒够钱了，就开一家自己的铺子。哎，小八呀，你让爹咋说你好呢？哎，既然他喜欢干木匠活，那就随他去吧。哎，行，小八，刚才你娘说了，不管干啥都别半途而废，你听懂了吧？爹，我懂了。吃饺子喽！哇，一看就很好吃呢。次日清晨，李万全就把马车套上了。7月如火，即便太阳还没升到正中天，一股股热浪就袭来了。李甜甜和李七宝坐在热得直冒汗，李万全坐在车辕上赶车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妹妹，热了吧？来喝口水吧。七哥哥，我不渴。娘说妹妹打小就不爱喝水，这可不行啊！天气热，不喝水容易中暑。七哥哥，我真的不渴。开玩笑，他空间里有冰镇的西瓜汁和冰淇淋，各种凉爽的饮料也不计其数，为啥要喝这温乎的水啊？忽然传来一阵呼喊声。七宝哥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嚯！是魏大花。大花，你又找我儿子干啥？这孩子太没皮没脸了，特别是他那个娘，跋扈无礼，胡搅蛮缠，简直就是个泼妇。大伯，我想见七宝一面。你娘不是说了吗？以后不准你来找七宝，你忘了啊？大伯，我娘是我娘，我是我。得，你们这些年轻孩子啊，一天天也不知道想啥呢，愁死。小七啊，大花想见你，你下车跟他唠唠。七宝哥，我听说你考上秀才了，是真的吗？是考上了。那这一次也是全县第1名吗？不是，是第2名。啊？咋突然变成第2名了？没办法，第1名是郑院长的儿子。哦。七宝，我已经及笄了，可以嫁人了。你跟我说这个干啥？七哥哥，你还没听出来呀？大花姐是想嫁给你呢。不过七哥还要到外地读书，继续考科举。如果突然娶妻生子了，会影响到他学业的。即便七哥接受了魏大花，老爹老娘和家里人也不会同意的。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，读书肯定比娶媳妇儿重要。七宝哥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娘的气啊？我可没生气，大花，我还要去县城一趟，先走了。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。七宝哥，你等一下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魏大花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在没考取功名之前，我是不会娶媳妇儿的。你呀，还是趁早找个好男人嫁了吧，咱俩没那个缘分。七宝哥，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去读书，我会洗衣做饭，劈柴烧火，我可以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。无名无分的，我可用不着你伺候。就陈月莲那个泼妇，一旦知道他把魏大花领走了，那不得跑到他家作大妖。得，你慢慢哭吧，我还急着去见张院长呢。七宝哥，你可别后悔。得，你慢慢哭吧，我还急着去见张院长呢。七宝哥，你可别后悔。驾！拉车的是家里的灰驴，3年时间，它已然长成彪悍的大灰马了，全身都是腱子肉，比大青马不知强壮多少倍。村民们都很意外，这老李家当初买来的灰驴怎么就变成马了呢？刘淑贤还跟家里人解释一番，称它是射马，别说大梁国了，就是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出几头来。七哥哥，我倒是觉得
你去外地读书，可以把大花姐带在身边，有她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，爹娘也放心啦。哎，妹妹，你咋也开我的玩笑啊？我没开玩笑，又不是让七哥哥跟他成亲，雇个丫鬟和梳头不也得花钱吗？我宁愿一个人寒窗苦读，也不想带个累赘。你呀，就别为这事操心了。好吧。杏花书院却有不少学生坐在教室里提笔做题，就连郑院长自个儿也守在教室门口。李七宝走进来，一脸蒙圈。啊？啥时候举办的小考？我咋不知道？七宝来了，你赶紧去领一套试卷进去做题吧，快点快点。爹，妹妹，你们在这儿稍等一会儿，我去就回。哎，不急不急，好好考。李万全摆了摆手，郑院长蹲在奶团子面前。甜甜，还认识我吗？郑伯伯好。奶团子脆生生地打了声招呼。哎呦，居然还记得我呢！哈，李大哥，你这闺女冰雪聪明，以后也送她到书院来念书吧。本朝新政，女娃娃也能上学念书了。这都是后话了。郑院长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哈。好，啥事儿啊？那个育才书院的张院长是不是？在呢。今天他是主考官，忙得不行，连我都见不上面呢。见一面这么费劲呐？等他忙完这阵儿，估计就抽出空了。哎，甜甜，走，跟郑伯伯进屋喝白糖水，可甜了。谢谢郑伯伯。一间宽敞的教室内，张院长忽然捂住胸口，猛地咳嗽起来。张院长，你没事吧？张院长已经说不出话来。妹妹，你看张院长他这是咋的了？李甜甜伸出小手掐住张院长的脉搏，这是典型的哮喘病啊！大伙都散开一下，把门窗都打开，让新鲜空气进来。闺女啊，这张院长病得这么重，还有救吗？爹爹，可以治。甜甜，这不妥吧？万一张院长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哪担待得起呀？郑伯伯，我真的可以把他救活，相信我。我闺女从不说谎，她说能救啊，就肯定能救。行，如果救不了，也别耽误时间，马上去请大夫。教室内很快便安静下来，张院长紧紧攥着李甜甜的小手，像是抓住一棵救命稻草。不知为何，他本能地相信眼前这个水灵灵的小姑娘能救他。张院长，你别紧张哈，等会儿我拿出一种喷雾，您只需往嘴里吸就好了。张院长，往里吸哈，我可要喷了。张院长，这个哮喘喷雾您收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小姑娘，你这药是从哪儿弄来的呀？这也太管用了吧，堪比仙丹妙药了。他这个病是家族遗传，打小就有。这些年他遍访名医，喝了不计其数的汤药，可依然无法根治，就连宫中的太医都帮他瞧过。张院长，这是我自己调配的药，您如果用没了，可以管我要哦。你尚且还这么小，就知道配药了？就是配着玩的，没想到瞎猫碰到死耗子，真的起效果了。哎呦，不得了，真是不得了呀！小姑娘，你是谁家的孩子呀？瞧这娃娃长得粉雕玉琢，气质夺人，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吧？张院长，我是李七宝的妹妹。李七宝？是的呀，我和爹爹今日过来，就是特意来见您的。张院长，
我七哥哥可以去你们书院念书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他成绩拔尖，品学兼优，是不可多得的好苗子呢。真的？厉甜甜高兴坏了，拍了拍小手。太好了，爹娘终于不用为七哥哥上学的事情犯愁了。不过呢，我得先看看他这次考得如何。若文章写得一塌糊涂，你七哥入学这件事，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。可以呀，张院长慢慢看，我先出去啦。七哥哥写的文章妙笔生花，压根儿不用担心。好。闺女，张院长咋样了？爹爹，张院长已经没事儿了。嘿，我就知道闺女最棒了。院长大人，这些东西您收好，留着慢慢吃哈。不行，你快拿回去吧。你闺女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于情于理我都该登门拜谢的，哪敢收你的东西呢？哎呀，这也不值钱，都是我们自个儿家腌的，可下饭了。那我也不能要。院长大人，我家七宝这次他被录取了，回去后让他抓紧收拾收拾东西，明早到这里集合。哎呦，争气了，太争气了。李万全乐得合不拢嘴，又问：院长大人，你们书院一个月的束修是多少钱呢？我们不按月交，一个季度是30两银子，这还不包括住宿费、伙食费和买笔墨纸砚的钱。30两？七宝爹，你没事吧？那个院长大人呐，我儿子成绩好，爱读书，你看这束修能不能便宜点啊？哪怕半价也行啊，不然他是真的供不起了。七宝爹，你可能误会了，这束序钱是朝廷收的，并非我个人昧下。况且我们书院的教学资源丰厚，能考中举人的概率也比其他书院高。你想想，万一七宝考中了，将来做了大官，他带来的回报可是10倍、100倍不止呢。这道理我都懂，可你看啊，我就是个种地的乡下人，这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呐。念在你家闺女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七宝的宿序可以按月交，若实在困难，我帮你们垫上也行。哎呦，可不用，可不用。李万全惶恐，他哪能让院长大人帮着垫钱呢？老李家，爹，实在不行，我就不念了，我去酒楼给人当账房先生，一个月也有1、2两的工钱呢。哎，说什么混账话呢？好不容易才考上秀才，哪能半途而废呢？七宝，你爹说的对，你不仅要念呀，还要好好念。像育才书院那种地方，一个月只收10两银子，已经很合理了。你明儿个就踏踏实实的跟张院长走吧，不用为钱的事情犯愁。娘，我愿意在家自学。你快别说了，听你娘的，马上拾掇东西，明早我送你去县城。李甜甜看着老爹老娘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小脸上也挂满了惆怅。空间内有数不清的好东西，但他不能让家里突然暴富。盖了大宅子，买了大马车，这已经很遭人嫉妒了。就算富裕起来，也需要个过程不是？夜幕降临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萝卜馅饺子。小六，你打算去哪家医馆当学徒啊？爹，是县城的吴掌柜家的医馆，我已经跟他打好招呼了。给人家做学徒，手脚就要勤快点，别净想着偷懒。爹，我知道。小八，你呢？有啥打算？爹，我明天就去王木匠的铺子报到。
先当1个月的学徒，1个月过后，我就是大功了。行，那就这么着。出外干活呀，都规规矩矩的，手干净点，别啥东西都偷。爹，我从小到大也没偷过东西啊，您说啥呢？我是警告你，如今小七可是秀才了，家里如果出了盗贼，都不够丢人的。知道了，爹。主屋炕上，小七，你过来。娘，这是25两银子，算2个月的束修钱，剩下的5两银子你留着零花，等家里挣到钱了，就尽快给你送过去。娘，娘，我一定尽快考上举人，然后挣很多很多的钱，把您和妹妹接到京城去享福。那我呢？老子就不配享福呗。次日清晨，李万全就送七宝去县城了。有不少村民聚在老李家大门口，为李七宝饯行。哎呦，真有出息啊！咱们村子啊也有秀才喽。哎呀，爹，您搁这站着干啥呀？快点回家做饭去啊！我这不是有身孕了吗？干不了重活。等会儿我还想去找田宝宝帮我摸摸脉呢。听说四宝要在县城开铺子了，他说啥也得去祝贺祝贺。吴老三冷喝：哼，怀没怀上还两说呢。别人家的儿媳妇儿哪怕是大着肚子也知道下地干活，你倒好，还没显怀就啥也不干了。爹呀，您可真啰嗦。周素贞翻了个大白眼，一扭一扭的走去老李家了。李四宝在妹妹的在菜园子里抓蚂蚱。大娘啊，忙着呢。哎，四宝在家吗？找我家四宝有事啊，也没啥事儿，就是唠唠嗑啥的。有望媳妇儿，我家四宝现在可还没娶媳妇儿呢。你脸皮厚，干啥事儿都不用顾及脸面，但我家四宝不行啊。哼，大娘，您说啥呢？我跟四宝说说话都不行了。赵葵花冷笑一声：怕就怕你又往四宝身上扑，嚷嚷着被人非礼，真没见过你这号不知廉耻的东西，就喜欢勾引别人家的老爷们儿。哎，二和娘，你不损人不会说话是吧？哎，我啥时候勾引别人家的爷们儿了？哼，勾没勾引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嫁给有望了，就好好过日子，整天就想着炕上那点破事儿。再嫁给有望寿，在外面勾三搭四扯犊子。我要是你男人，早就一脚把你给踹了。没皮没脸的玩意儿。赵葵花，我跟你有仇吗？你再叭叭一句试试，你看我不撕了你的臭嘴。李四宝听到动静后，这是咋的了？四宝哥啊，我知道你要在县城里开铺子了，就是想着来给你道声喜。你瞧瞧你二嫂，好家伙，就跟我抱着她的孩子跳井了似的。李甜甜心道：这有望媳妇还是那个德行，之前想勾引四哥哥，好悬没被吴有望休掉，如今却一点记性都不长，还敢跑到四哥哥面前嘚瑟。周素贞，我跟你非亲非故的，你来道哪门子的喜啊？四宝，你过来，这里啊人太多了，说话不方便。哎呀，咱俩出去说呗。哎，有望媳妇儿，我听说你怀身子了，这还出来瞎溜达啥呀？好好在家养胎，把孩子生下来比啥都强啊。这肚子里面还揣着崽呢，还到处跑骚，你可真行啊。李甜甜一个没忍住，直接笑出声来。大嫂，你这嘴真够毒的。嘿，一和娘，你不会说话你就把嘴闭上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周素贞已经气炸毛了，金麦芽耸了耸肩。哎，我闭不闭嘴
也不耽误你养汉呢。行了行了，都少说2句吧。送有望媳妇儿出去，咱家小子多，若被那多嘴的村民看见，传出闲话就不好了。哎，大娘，等等。田宝宝，你能帮嫂子摸摸脉吗？看看我这胎是男娃还是女娃呀？看诊费20个铜板。哎呦，嫂子身上没带钱呢。那就回家取呗。我家里也没钱。这样吧，我这兜里呢还有4块桂花糕，没来得及吃呢，就当是诊费吧，好不好啊？周素贞说着，从袖中摸出一个纸包，打开后4块桂花糕完好无损地躺在里面。李甜甜抿了抿小嘴，好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。田宝宝，有啥话你就直说呀，我这孩子胎位到底稳不稳啊？没啥毛病吧？健康的很，比素贞嫂子还健康呢。哎呦，那就好那就好，我这一天天的呀提心吊胆的，真怕孩子出啥事儿了。周素贞走后，金麦芽笑着问：哎，娘，您跟甜甜刚才嘀咕啥呢？大嫂，素贞嫂子背着有望哥在外面偷人了。真的假的呀？这周素贞也忒不是人了吧？有望媳妇儿压根就不是啥好鸟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一和娘，你的信我收到了，听说你家又种出了一茬青菜是吧？早上那会儿，金麦芽托人给福满楼捎了封书信，让他们上门来收菜。这不到正午，江管事就亲自过来了。对，我家呀扩大了菜园子，种出一批新鲜的青菜，包你满意。这面积是从前的好几倍不止了。他们酒楼虽然客流量不小，但一下子也消化不了这么多青菜吧？哎呀，这你就别管了，青菜呢还是以前那个价。江管事这一次能多买一点不？还是50文钱一斤吗？对，50文一斤，没涨价也没掉价。这片菜园子我承包了行不行？我每个月给你们家10两银子，算是买菜钱和辛苦钱了。我们啥时候需要青菜，派人来取就行了。是想承包吗？啊，对，就是承包，这样你我也省心不是？一和娘，你还犹豫啥呢？是觉得不划算吗？你可要清楚啊，这要是放在从前，谁家的青菜能卖出这种天价呀？那菜叶子烂在大街上都没人捡，韭菜小葱3个铜板就能买一大把，你还有啥不知足的？江大哥。就见李家小闺女迈着小短腿走进菜园子，她长期过来买菜，早已认识这个奶团子了。哎呦，是田宝宝呀。江大哥，我想说，现在不是从前了。3个铜板买一大把青菜的前提是雨水充沛，家家都能种菜。现在你放眼去看，别说我们杏花村了，就是10里8乡，有谁能种出这么新鲜可口的青菜？那倒是。江管事挠了挠脸，奇了怪了，这番话一点也不像3岁小娃娃说得出来的。江大哥是做买卖的，当然知道，如果从外地进菜，且不说运费和成本是多少，就算加急送过来，青菜也都蔫儿巴了，根本卖不上价。而从我们家进菜，我不仅能保证你新鲜没虫眼子，还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。江管事听得有点迷糊，问道：田宝宝，所以你到底想说啥呀？我想说，你给的10两银子太少了，1个月20两还差不多呢。20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呀，田宝宝容我回去跟掌柜的商量商量，我会尽快给你回信的。好吧，不过我还是劝江大哥快点商量，毕竟县城有那么多家酒楼和饭馆，再不济还有千家万户的百姓呢。
好货不愁卖，所以田宝宝放心，我这就回县城，最快下午就给你回信啊。正堂内，四宝啊，你打算开啥铺子呀？娘，我还是干老本行，开杂货铺子。从前就是他帮老钱家打理杂货铺，攒下不少人脉和经验。对了，四宝，你爹呀前几天托媒人给你介绍了一门亲事，所以开铺子的事情就先放一放吧。那个姑娘还嚷嚷着想见你一面呢。娘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事儿不着急，我带着小领过挺好的。你不急，我和你爹就不急了。这事儿一拖就是3年，今年你无论如何也得成亲了，不然你爹就得炸毛。四哥哥，成家和立业都是人生大事儿，不能光想着挣钱，就把自个儿的事情耽误了。院子内，小姑姑，今儿个天气好，咱们出去玩吧。小姑姑，我想去掏鸟窝。唉，不许走远哦，就在村子里玩。娘亲，大嫂、二嫂，我们出去玩啦。老娘说了，每次出门都要跟家里人汇报，不可以随便出去。家人们，我就是出去溜达溜达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大嫂、二嫂，等我回来再吃再喝吧，先走啦。李甜甜骑在小白的背上，出了家门口，就溜溜达达来到村东头。哟，这不是田宝宝吗？金寡妇一边朝李甜甜走过来。金大婶好。嗨，好好，来吃瓜子儿。金大婶，这东西吃多了上火，嘴里也爱长大泡。哟，真的呀？我说这几天牙床子上咋长了好几个大泡呢？原来是嗑瓜子嗑的。哎，田宝宝，大婶问你个事儿呗。啥事儿啊？你四哥还没成亲呢吧？6哥7哥也没说媳妇儿吧？好家伙，这金寡妇不仅惦记他4哥，如今连6哥和7哥也不放过了。就算饥不择食，也不能这样吧？金大婶，我4哥哥明天就相对象了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还有我6哥和7哥，他们眼光高，不可能看上你的。你4哥要相亲了？知道是谁家的姑娘吗？不知道。走啦。望着奶团子远去的背影，金寡妇气得胸口疼，本想去老李家找四宝说说话，谁料迎面就碰见了周素贞。我呸！你个骚狐狸，今天又想勾搭谁家的爷们儿啊？有望媳妇儿，我是骚狐狸，你又是啥好东西啊？这吴有望不在家，可把你给高兴坏了，3天2头的就跟张宝根往小树林里钻，别当我没看见。哎，姓金的，你搁这瞎说啥呢？我啥时候跟宝根哥钻树林子了？呸！周素贞，你忘了老娘我是干啥的？就咱村子里那点破事，谁能逃得过我的眼睛啊？你一口一个宝根哥的叫着，比叫吴有望还亲切呢。咋的？他把你伺候舒坦了？你连自己是谁家的媳妇儿都忘了吧？我呸！恶心人的玩意儿！你无凭无据的就瞎说呀！整天跟外村的男人厮混，你就很干净啊？切，我又没有丈夫，如果跟吴有望过不下去，就趁早离了算了，一点也不知道检点。哼，你自己就是个不正经的东西，还好意思说我呢？你知道村里人都管你叫啥吗？大炕，谁都能睡的大炕。赶明儿啊，我就帮你写个横幅，挂在你家大门上，让大伙儿都瞧瞧你是个什么玩意儿。我是大炕，你就是2炕3炕。姓金的，你这嘴咋那么臭呢？就你这样的，当心以后生出来的孩子没屁眼儿。有望媳妇儿，我听说你怀身孕了，真的假的呀？啊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是没关系，但据我所知，
说完，金寡妇便扭着腰离开了。周素贞一脸惶恐，不知咋办好了。李甜甜刚走出村口，哼，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欺负我闺女了？给我站出来，看我不扒了他的皮！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就不是人养出来的孩子。我家双硕才多大呀？你们就这么欺负他？都9岁了，还很小吗？那照您这么说，我今年才3岁。你闺女骂我是小妖怪，我就得受着，不还嘴呗。又是你这个小妖精！程大傻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我小姑姑不是妖精，她是人。哎呦，你们欺负人了，还有理了是吧？当家的，你还愣着干啥？快点削他们一顿，特别是那个小妖精，给我狠狠的打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欺负咱闺女了。哼，还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。看来是你们2口子说我是小妖怪，你家闺女有样学样，才跟着一起叫的吧？对，就是我说的，你能怎么地？程大傻，有句话叫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在背后嚼人舌头是要遭报应的。呵，你这死鸭崽子，你诅咒我是吧？小年纪就长了一条毒舌头，你爹你娘没教过你做人是吧？行。小白更是竖起背毛，呲着一口锋利的牙齿，样子十分凶悍。今天这泼妇要是敢动小主人一下，他就咬断他的脖子。当家的，快点帮我把这些脏东西赶走啊！太膈应人了。程大傻，你看，遭报应了吧？小崽子，你给我闭嘴！这肯定是你用妖法变出来的。明天我就请高僧把你这个妖精给收了。好啊，让他们过来吧，我跟他们斗斗法，看谁厉害。小姑姑，咱们回家去。今天这事回去后不要告诉家人，他们会担心的。知道了，小姑姑。恰在这时，村口忽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马蹄声。来了好多人啊！小姑姑，你站到我身后来，别被大马撞到。小姑姑，他们都是什么人啊？看着很威风的样子。只是过路的吧？袁锦仔仔细细打量了李甜甜一番，满面惊喜。请问你是李家的小闺女李甜甜吗？你咋知道我叫啥呀？甜甜或许不认识我，但我在3年前就见过你了。在下袁进，是卓公子的贴身随从。卓公子？李甜甜一脸不解，她可不认识什么姓卓的人。你认错人了吧？没有认错，你们可还记得3年前有一个落魄的少年曾在你们家住过，你们称呼他为小11。记得呢，你说的是11哥哥吧？对，你们也知道我家小主子的身体一直不好，所以想找个僻静之地来养病，我看你们村子就不错。李甜甜一阵无语，心道：远近大哥，你确定我们村子不错？整个杏花村都快旱冒烟了，山里面焦黄一片，刮阵风都能卷起1米高的尘土来。就这地方真的适合养病？小姑姑，你快看，村口赶来了一辆大马车。马车2匹拉车的骏马长得高大威武，很是气派，但跟自家的灰驴一比，这2匹马就有点相形见绌了。果然是你呀！你都长这么大了。咋的？只许你长，不许我长吧？奶团子冷哼一声：我想见大伯和大娘一面。有啥事儿？甜甜，实不相瞒，在房子没建好之前，小主子只能暂住在你们家。你且放心，
这伙食费和房费是少不了你们的。咋又跑到我们家来住呀？我会付钱的。那你想给多少？太少的话，我们家会吃亏的。真是没看出来，这奶团子还是个小财迷呢。你想要多少，我就给多少。出手这么大方呀？去老李家。知道了，小主子。老李家，一天天的没个正形，老四相亲的事情你也上点心啊。明个儿那姑娘到家里来，记得换一身干净衣裳，别埋了吧抬的，让人笑话。闺女和一和他们出去有一会儿了，咋还没回来呢？老头子，你去外面喊喊，马上做晚饭了，别让孩子们乱跑。好。爹爹，11哥哥回来了。啊，11？李万全惊诧万分，就是冯县令整天跟他念叨的小11吗？这一晃走了3年多，他真的回来了。大伯，许久不见了。哎呦，这孩子真是越长越俊俏了，难得你还记得我们家，快进去吧。大伯家居然盖了这么大的宅子。11哥为啥总看着我呀？快保护小主子，有刺客。元敬大哥，这驴叫声你还分辨不出来呀？大伯家买驴了。卓萧然吃惊，不仅盖了砖瓦房，还买了驴，这日子可比3年前好太多了。对，家里现在驴车和马车都不缺。11哥，好看吗？我这个小丫头怎么不怕人呢？家里冷不丁的来了这么多客人，她就一点都不害怕吗？爷爷，你看灰驴出来了。袁晋在军中待过，很喜欢研究马匹。当他看到灰驴后，直接愣在原地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小主子，这……袁晋哆哆嗦嗦地指着灰驴，这是射马吧？100年难遇的射马，全世界也找不出几头来。这老李家到底是什么来路？居然有射马这种宝贝！去，回棚子里去！你瞧瞧，这套玩意儿整天跟我耍横，我都管不了它。小11啊，你们快进屋喝点水，我先把它牵棚子里去哈。大伯，你先忙。一只白色的毛团子从墙角窜了出来，它竖起背毛，呲着狼牙，朝卓萧然和袁晋等人咆哮起来。小白，他们不是坏人，放轻松哦。厉甜甜伸出小手摸了摸小白的后背。甜甜，我没看错的话，这是一头狼吧？我的天哪，这老李家不仅养了一匹射马，还养了一头狼，一头罕见的白狼，这到底是什么神仙之家呀？袁敬大哥，小白是大笨狗，不是狼，它一般不咬人，除非有人图谋不轨，想伤害我的家人，它才会炸毛的。甜甜，这是你们家种的青菜吗？不然啦，这么干旱的天气，你们竟然能种出青菜来？只要有水就可以啦。我们家有泉眼，昼夜都往出冒水。小11啊，你说你一走就是3年，也不知道给大娘写封信报个平安啥的。你身体好些了吧？我记得你刚来我家那会儿，瘦的都皮包骨头了，身上还有伤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谢谢大娘关心，我已经没事了，只是有件事情还得麻烦大娘。啥事儿？你说。我想在大娘家暂住一段时日，等自己的宅子盖好之后，我就立刻搬走。这期间我会付伙食费的。刘淑贤闻言跟李万全对视一眼，好奇道：小11打算在我们村子常住吗？是啊，我的身体不好，想在这杏花村养养病。想喝你们家的水，吃你们家的饭。这有啥不行的？
你如果不嫌弃啊，就在我家一直住着，大伯不要你的伙食费。大伯，这一码归一码，银子还是要给的。卓萧然说着，瞥了袁静一眼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快拿银子！哦，好。袁静快步上前，在袖子里抽出一张银票，递给刘淑贤。大娘，请收好。刘淑贤死活不肯收，李万全也连连摆手。我种一辈子地呀，也挣不了100两银子。我知道小十一出身高贵，不差这点钱，但也不能这么挥霍吧。大伯，他娘，你们听我说。小十一啊，你刚才想说啥来着？大伯大娘，这是100两银子，你们无论如何也得收下。平日里买菜做饭那都得花钱，况且你们家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只当是感谢你们的。100两实在是太多了，哪怕顿顿都大鱼大肉的，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呢。大娘，你要是不收，那我都不好意思住进来了。那行吧，大娘就把钱收下了。小十一想吃什么就跟大娘说啊。好。麦芽，你快给十一收拾一间房出来，被褥也换上新的。知道了，娘。你还能变出水吗？什么水？就是水杯啊，只要喝了里面的水，我就能恢复味觉了。我又不是神仙，变不出水来。味觉失灵不算啥大事，只要喝了灵泉水，分分钟就恢复了。还不承认是吧？11哥，你要是想喝水，可以去水缸里舀水喝呀。莫名其妙。李甜甜翻了个大白眼，水缸里就掺了灵泉水，跟她从空间里拿出来的没区别。喝了就立竿见影吗？不知道啊。好，那我去试试。从前李六宝喜欢站在水缸旁喝水，如今又多了一个卓萧然。当一抹清冽甘甜的液体流入肺腑后，卓萧然瞬间感觉神清气爽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站在院门口，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开始晒太阳。哟呵，这不是那个谁来着？啊，对，你是小十一吧？好家伙，这几年不见，你都跑到哪儿去了？哎呦，瞧瞧这身衣裳，真气派呀，绫罗绸缎，一看就值不少钱呢。卓萧然眯缝着眼睛，没搭理他。小十一，你好端端的又跑到老李家干啥呀？跟大娘说说呗。嘿，这咋还不说话了呢？哑巴了？跟以前一个德行，一点都没变。大娘问你啊，你家里人去哪儿了？你是不是认李老头和刘淑贤做爹娘了？这位大娘，你的嘴巴有点臭，能离我远一点吗？好嘛，这脾气倒是不小。王稻香跺了跺脚，他犹记得3年前跟金麦芽吵架时，自己腿上挨了好几下，就跟针扎似的疼痛。当时这小娃娃在场，肯定是他扔的石头。哎，小十一，你要实在没地儿去，就去大娘家住着呗，不用麻烦老李家。就算这孩子无爹无娘，那也能看得出来他是个阔少爷。瞧院子里停着的大马车，比老李家的马车还奢华呢。这要是接到家里养着，他们家还愁没钱花吗？卓萧然眯起眸子，你要是再敢纠缠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想咋不客气？你十一呀，跟谁唠嗑呢？饺子快煮好了。刘淑贤走过来，一见到王稻香，他瞬间变了脸色。哼，一大娘，你在我家门口瞎晃悠啥呀？咋的？这路是你们家的呀？你能走，我就不能走呗？哼，别跟我爸爸那些没用的。小十一，他都跟你说啥了？大娘，他说让我去他们家生活，离你们远一点。
就你那个糟心的家，能养出啥好孩子呀？这些年一蛋也没饿着肚子吧？王稻香拍了拍屁股上的灰，哼，是没饿着，就差喝西北风了。小十一，你记住，以后别搭理他，这人太坏了。他男人沈大歪更缺德。嘿，大宝娘，我没抱你们家孩子跳，你说话能不能积点德呀？我要不积德，能生出甜甜这么好的闺女吗？倒是你心术不正，看小十一穿得好，长得贵气，就想接到家里去养，然后让他给你们钱花。你这点小破心思，我早都看透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你们家不也争着抢着要养他吗？这话可错了，我们家就算没有小十一接济，也能住上砖瓦房，也能坐上大马车，也能吃到新鲜的青菜。你们家能吗？大宝娘，你们家养了一个小妖怪，你还自豪了是咋的？就算是小妖怪，你们家也没有啊。我们吃香的喝辣的，顿顿都大鱼大肉，那细面馒头和花卷我早都吃够了。再看看你们家，连大酱筷子都吃不起，每天呀不是小米粥就是窝窝头，青菜和猪肉就更别提了。你们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口吧？显摆啥呀？显摆啥呀？赶明个你闺女嘎巴一看你还嘚瑟不？哎呦，大宝娘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大歪媳妇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后你若再敢诅咒我闺女，我就打得你满地找牙，把你赶出杏花村。不信咱就试试。滚，离我们家远点儿，以后也不准来打扰小十一。喊啥玩意儿啊？以为我王稻香好欺负是吧？你长了一张臭嘴，要打也轮不到你动手。柳淑贤，你跟我使阴招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十一看着也就7、8岁的样子，没想到却有武艺傍身，实属罕见。赶紧滚！正堂内，十一哥，你为啥不吃啊？那个，我晾凉了再吃。十一呀，好吃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嘴里有了香咸的滋味，乐得他差点落下泪来。3年了，他的味觉终于恢复了。十一哥，好吃不？很香，也很有滋味。那十一哥就多吃点儿。次日清晨，江管事赶着马车来到老李家。恭喜哈，我们万掌柜答应你的条件了，20两银子1个月，承包你们家的菜园子。好呀，以后江大哥如果缺菜了，可以随时来取。别的我不敢保证，我家的青菜绝对个顶个的新鲜。就等着你这句话呢。对了，我们万掌柜还有一个条件。啥条件？他想见甜甜一面，你如果不介意，现在就跟我去酒楼一趟吧。想见我闺女没门儿。哎呀，不就是接孩子去酒楼走一圈吗？你们如果不放心呐，也可以跟着去啊。哼，爹爹，可以让四哥哥陪我去呀。对，我陪妹妹一起去。哎，照顾好你妹妹，她如果走丢了，回来看我咋削你。爹，您就放心吧。爹，我也想去县城。哎呀，去什么去，在家好好经管大雁，领他们出去放放风。卓萧然对县城不感兴趣，见奶团子坐着马车离开了，他又来到大门口，坐在石墩上晒起了太阳。正好高宝莲和赵春燕打着路过，娘儿俩看见卓萧然后皆是一愣，这小娃娃啥时候回来的？再看院内停着的大马车以及男孩的穿着打扮，娘儿俩瞬间起了歪心思。哎，娘，您快看，那不是小十一吗？
我又不瞎，我看得见。娘，你说这孩子是不是被老李家领养了？他一走就是3年多，为啥一回来就住进老李家了呢？这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去，把你姐叫出来，我问她点事儿。我可不去。就我姐那德行，好像谁欠她似的，每次见到我都抽个脸子，恶心死了。切！哎呀，你别磨叽了，你赶紧去呀！大姐，忙着呢。春燕，你来干啥了？娘叫你出去一下，说有事找你。又来要粮食了？嗨，这叫啥话呀？我和娘最近给县城的绣坊糊纸灯笼，已经能自己挣钱买粮食了。既然不是来要粮食的，那找我干啥？你出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赵葵花来到大门外。哎呦，葵花呀，那个小11有家人没有啊？娘打听这个干啥？哎呀，娘就是随口问问。那个小11为啥住在老李家呀？他是不是挺有钱的？有没有钱跟娘有啥关系？你瞅瞅你，这2句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开始急。娘招你惹你了？高宝莲跺了跺脚。我不跟你吵吵，小11只是暂时借住在我们家的，人家想自己盖大房子呢。啊，这么有钱呢？居然想自己盖宅子？是啊，11他身体不好，是来杏花村养病的。那他借住在你们家给钱吗？当然给了，昨天他就给了我们家100两伙食费呢。啊？多少？100两？对，就是100两。小11出手阔绰，家境应该也不错。哎，那你没问问他爹娘是谁呀？我打听那事儿干啥？哎呀，行了，娘心里有数了。正在晒太阳的卓萧然微微睁开星眸，朝高宝莲那边扫了一眼，享受日光带来的温暖。小白晃动着大尾巴从院内跑出来。白狼，你平时都不拴着呢吗？快点捡起来，然后扔出去。你这是做什么呀？笨蛋，你不把棍子扔出去，我咋捡回来啊？小白见状，激动的嗷嗷大叫，雪白的大尾巴都快摇到天上去了。给，吃吧。小白凑过脸去，高傲得很。小主子每天都喂他精品狗粮，还能喝到灵泉水，他才不想吃肉干呢。怎么，你不吃啊？那我可吃了。江大哥，你们掌柜为啥要见我呀？听说你是个福娃娃，我家掌柜早就想见你一面了。这不，刚走进酒楼，他就发现问题了。哎，你们这儿的茶壶和锅碗瓢盆都是从哪儿进货的？这一只茶壶批发价是多少钱？这个呀，我瞅瞅哈，批发价是60文钱。江大哥，你吃亏啦！啊？不都是这个价吗？哪里吃亏了？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这酒楼的铁锅、菜刀、铜盆和筷子啥的，都是从一个地方进货的吧？对呀。公子此话何意？啊，万掌柜，您来的正好，李小姐带到了。你就是甜甜吧？万姐姐好。哎，好。这10里8乡，大旱3年，就你们家能种出青菜来，可见甜宝宝的福气不小呢。我还听说，你们家有一口泉眼儿，1年4季都不断流，这是真的吗？是呀，万姐姐，没有泉水，我们家也种不出青菜呀。呀，真好，姐姐早就想见你一面了，如今瞧见，你果真是个有灵气的丫头呢。万姐姐，这位是我4哥哥。李公子方才说，
我们酒楼经营成本太高，可否详细说说？万掌柜，你们的供货商太黑心了，把货品的价格标得虚高，长年累月下来啊，你们得多花不少钱呢。即便生意再好，也赚不了太多钱。李公子的意思是，你能找到更好的供货商？那感情好啊。李公子如果不介意，以后可以留在我们酒楼，负责采购事项。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李公子，意下如何啊？啊，万掌柜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正打算开一家自己的铺子呢。四哥哥，要不四哥就留下吧，帮万姐姐找到供货商后，四哥哥带走也不迟呀。怎么感觉妹妹话里有话呢？李公子，我不让你白帮忙，我会付工钱的。好吧。我让伙计给你拾掇出一间上房来。不了，我还是回家住吧。而李甜甜的大眼睛却在四哥和万姐姐身上扫来扫去，她忽然觉得这两个人很有夫妻相。哎，妹妹，你为啥一直看着我呀？四哥哥，我觉得万姐姐挺好的，长得好看，还能挣钱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妹妹也太能扯了，人家是没成过亲的大姑娘，我是个离婚的，还带着孩子，万掌柜怎么会看上我呢？四哥哥，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没准万姐姐就喜欢你这款呢。踏实能干，还会做买卖，长得也不丑，只要两个人看对眼了，任何阻碍都不是问题。嘿嘿，妹妹，你还太小了，不明白啥叫爱情。我懂的，爱情就是一见钟情后的考验。那四哥跟钱春芳也没有一见钟情，我们俩算是爱情吗？当然不算了，跟一个不喜欢的人过日子，那是彼此间的折磨和消耗，说不上爱情。哎，妹妹啊，你这些话都是跟谁学的？李四宝笑着问。李甜甜眨了眨大眼睛。天生就会呀，不用学。呵呵，四哥哥觉得啊，妹妹长大后一定是个爱情高手呢。是爱情骗子吧？